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部从香港来的 W461 G Car 的300 GE 的6缸喷油盘的故障检测。那 G Car 300 GE 它也是用 M103 的引擎，跟 W126 的引擎是一样的。但是差别喷油盘也一样我们看到这名牌颜色跟 W126 的300 SEL 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油压调整器是后三码是 M103， 也就是说它的系统压力，因为油压调整器决定系统的压力。系统的压力是 6.6 kgcm 平方左右。那我们300 SEL 的 W126 300 SEL 它的油压调整器后三码是001，那这颗是013，它的系统压力是 6.6 kg 左右。那 W126 的300 SEL它后三码是001，也就是说它的压力，系统压力是 5.6 左右，差了1 kg。那1公斤差了1公斤，也就是说它喷出来的压力比较高。这颗 M103 喷出来的系统压力 6.6， 跟001的5.6差1公斤，那代表什么意思？它的起喷压力，喷油嘴喷出来的压力比较高，高了1公斤。那相对的，001的 W126 的001的这个油压调整器，它搭配的是粗牙的喷油嘴，所以它的起喷压力大概是在 3.3 左右。那搭配 5.6 的系统压力，所以大概有2 kg 的压力差，才有办法让喷油嘴喷出来。那这颗013的这一颗，它搭配的是细牙的喷油嘴。那细牙的喷油嘴，它的起喷压力比较高，要4公斤以上。那4公斤以上搭配它这个 6.6 的系统压力，所以压力差也大概2公斤。那这个结果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细牙喷出来的压力比较高，它4公斤就喷。那粗牙的是3公斤才喷。那这样子的时候，雾化当然压力越高，雾化越好。那这颗300 GE 的 M103 引擎搭配同样的喷油盘，它搭配的是细牙的喷油嘴，所以它必须要用比较高的油压调整器，也就是后三码是103的。那如果说把 W126 的300 SEL 把它改成细牙的喷油嘴，然后油压调整器也要改成103的高系统压力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它的雾化会比较好，因为压力越高，喷出来的雾化会是更好的。那当然我们 W126 的300 SEL 所搭配的都是粗牙的所以说它的马力应该在186。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起喷压力比较高，雾化比较好，马力会比较大？300 GE 的马力会比较大。理论上大哥没有去查这个数据，300 GE 的马力的数据，因为它一样是缸体是 M103 的，所以理论上应该马力也是一样。只有一个好处，搭配细牙的喷油嘴就有好处，就是说它雾化会更好，燃烧会更好。理论上是这样子。如果各位有空去查一下 W461 300 GE 的 M103 引擎的马力是多少？应该跟 W126 的300 SEL 理论上应该是一样，大概是185。但是
G 卡呢都搭配细牙的喷油嘴。这个问题，大哥其实也搞不清楚。好，无论如何，我们言归正传，我们来看一下这颗喷油盘，它经过30多年的使用，它的堵塞状况是怎么样？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它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也就是说，它的堵塞状况是怎么样？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大哥现在用的是他原车附过来是细牙的喷油嘴，无论如何，它1分钟的出油量应该也是要维持在170ml 左右。我们来看看经过30多年的使用，它的出油量是不是有堵塞？那出油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这个细牙的喷油嘴它喷出来压力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听到它出油的声音比较尖。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00，120，第二缸100，第一缸115，第二缸120，第三缸125，第四缸125，第五缸125，第六缸120。它出油状况还算平均但是跟170的出油量。如果说以125的话，那就少了45ml， 170ml 少了45ml。那出油量还算平均出油量还算平均。那这是带回到堵塞的现象等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出油状况。这颗从香港来的W461 300G G 卡的6缸喷油盘大哥已经完修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是带有到堵塞，行进当中的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应该170，它出油量都在125左右还算平均。那这个是带回到堵塞，那会造成车子行进当中车子没力细部燃烧会产生高温怠速应该还算稳定，但就是如果我们在高速要变换车道要超车，可能要稍微等一下速度才会上来。无论如何，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我们来看看它整修完成之后的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们170的要求这个喷油盘的编号是94326。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测试呢，是在测试1分钟，车子系统的出油量，也就是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应该要在170ml左右。
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是带回到堵塞，大概在120，平均出油量都在120ml，比170少了45ml。那这个是自然现象，因为经过30多年油箱的污染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堵塞了。那这个是带回到堵塞的现象，所以经过整修过之后，我们希望它能够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也就是说，车子应该在20年以内应该是头好壮壮，身体健康。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65，第二缸165，第三缸170，第四缸170，第五缸170，第六缸170。这个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是测试下来的误差，大概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 W4611。300G1 的6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下油门的流量测试。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94326。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测试这个分油盘它在行进当中，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这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每一缸出油量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 W461的300G1 的6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第二缸、第三缸、第四缸、第五缸、第六缸都是19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误差值几乎等于0了。这测试结果数据相当漂亮。那无论如何这个分油盘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它理论上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被油箱污染所以说这个加上 M103 引擎的使用寿命，如果不缺油不缺水，50万公里绝对不是问题。所以说这部 G 卡应该300G 应该还可以健健康康的跑20年。那无论如何大哥把工作做完了，希望这个车主能够很快乐的跟这部车子相处在一起。今天大哥报告到此结束。